识别出来了哦。它是有个自家兄弟，顶住了自家兄弟把它顶住了，你怎么样了？哪前方是实线了哦？哎，不行了。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智能实验研究所，今天我们的自驾纽北车什么车来兄？浩博 HL， 哇，这是一台还没上市的新车。上车，走。好，启动自驾，咚咚。因为现在这台HL 它还是处于之前的试产阶段的车，而且我们拍摄的当天有很多东西要保密的。所以就不能乱说。对，所以我们就简单点，就看一下它的这个软件的表现怎么样啊？对，这台是即将要发布的浩博 HT 我们现在拿到这台是工程车HL， 哎，对，HD 是以前那台了，这台 HL 了，画龙了好，我们马上开始啊！现在在我们的自驾纽北的路线上面那是在1号弯之前呢，首先有一个迷惑的小隧道看一下它能不能识别出来啊？看这个趋势呢，好像就不大对。来到这个弯前面了，它识别不出来了。所以这里我要帮他一下。对，这个确实是一个迷惑的地方啊，因为前面因为修路的关系，它直对的是逆向车道，所以我们要走这边，我再启动它。好，然后就来到我们的大桥湾了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在 B 站征集的时候大家起的名字，很好。他在大桥湾这边正确的右拐了，非常好，而且是走在了自己的车道上面，没有借用对方的车道，相当好啊。然后前面呢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弯道，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2号弯了这个跟刚才的大桥湾是比较类似的。它就有点犹豫了。对啊，为什么犹豫呢？是因为后方。可能是因为后方的那个电动车，刚才对，刚刚这边也有一个电动车过来，然后这里就是一个汇入的博弈，那台3X 那台 BZ3 让了一下，他走错了，好像是他倒了一把，好，然后我们就拐过来了，对，他走错了那个3，好，然后我们就来到了前面这条大实线，这条线、就是、看看会不会压，对，是需要看会不会压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走在一条快速路的辅道上面，严格来说呢，这条实线我觉得是本身规划的时候不大合理的。对，因为旁边就是快速路了，然后这边呢是辅道，但这里呢是只能出不能进的。对，正常来说，像这种路口应该是我们可以进快速路的，但这边不能进。所以它很好，它是没有压实线的。对，还是守规矩的守规矩的。HL 用的这个自驾的算法是 Momenta 提供的，对它大版本也是 5.0， 对，大版本 5.0 就跟那个霸王龙还有跟博智 3X 是同一个大版本，但是呢，就听说在小版本上面是 HL 用的会更新一点，对。但其实这个因为博智 3X 我当时试的时候，广丰也说，就是他们说正式上市的时候会有至少有2个小版本的更新的，所以其实Momenta 那边是不断的给到新的模型版本给到主机厂的，然后就看主机厂这个验证的时间有多长了。对，就主机厂什么时候把新版本上车是主机厂自己决定的了。对，好，然后我们绕过了这个打了双闪的 Model Y 之后呢，我们这边前面有个电机，对，我们这里要右拐进去我们的3号弯的等待变道了，它显示这也是一个相当难的弯道而且拐过这个弯之后呢，整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先看一下它怎么处理，因为这里呢两边有很多违停的车，还有临停的车，对，它很好它识别出来，它完全不犹豫挺好对它没有停下来去等对呀，你看它毫不犹豫的很丝滑通过，而且它还是走到左边要专门看右边的空间。对，我觉得这个挺聪明的挺聪明的。其实我们好几个月前当时也是试另外一台用了 Momenta 的车型，就发现Momenta 这套系统是有点东西的挺厉害的然后我们这边进入了一个暗光隧道但这边没有问题了，因为这台车是有激光雷达的所以在这种暗光条件下面它是没有受影响。然后前面呢是有一个窄路口通行，看它会不会有防御性的减慢一点，好像是有减慢了一点。对了，它真的是减慢了，因为过了之后就加速了。对，好，前面就又来到一个难点了这次是不用跟车了，看看它能不能直接停。对没有跟车了，看看它能不能识别出这个杂技它识别出来了它是刹车了对它自己刹车，但是它停的它自己走的吗？
它好像是可以，但只是可以的一半。对，无牌车要扫码。对，我们要扫码。收不收到？收到。从这个，它这个三角窗够大，从三角窗的缝隙里面就可以扫码了。他刚才是识别到有东西了。但是呢，他后来又自己判别不是一个东西，他就过去了。所以最后刹停那脚是你踩的，我踩的，就明显看到那个速度已经不对了嘛。他就不为什么呢？他就先停了下来，对，然后突然又起步了，又加速了。他可能停下来之后，他就自己判断这好像前面又不是一个杆，他可能远的地方就看到。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啊，因为离比较远的时候，其实激光雷达是可以判断前方有障碍物的，但走近了之后，可能因为角度的关系，对，激光雷达就不能发挥作用了。还有那个哈比波雷达也是，静止下来之后，就可能这两个雷达都反馈过来说前方是没有东西的，所以就是他就走了。OBB 的角度问题啊。对，也有可能啊，但这个所以这个版本还要再优化一点。不过这个点是真的难。因为我们现在是处于城市领航的工况的，在这种工况下面，其实不应该有闸机出现，闸机是应该在那种园区领航才出现的。再来一次了，这回它就完全没有了。对，后面的车说：“你们干嘛那么急呀？你们想冲杆吗？”对啊，还开得那么快，没能扫出来。我啱個鏡遮住咗。确认支付。好，再来一个。还没能启动。可以了，启动了。好，这里是一个无保护的左转啊。是一个三岔路口，但是左方是有车过来的，右方今天没有。对，但有电机。你看又有电机有车啊。他还行，他刚才他没有完全刹停，他就减速观察了之后呢 ，OK 了，他就加速通行了。我觉得他在纵向控制方面做的还挺好。对，这个体感做的挺好的，就不会咵的一下的刹停。对，就不会让你感觉很慌乱的感觉。对的，还比较淡定的。然后这条路的难点就是右边的，你看这一排临停的车其实是会干扰到它的，但是它规划出来的路线是完全避开了那一堆车，对，它就没有说以为要，因为我们前方要右拐的，所以我们之前也有些车辆啊，它就因为前方右拐，所以它老是想往右靠，对，他会以为这一排车是在排队的，在等着右转的车。这里发起一个小小的绕行然后我们就一个右转了。这个应该也没什么难度吧？对，这个其实就是旁边停的车会造成一些干扰了。对，就看到这个时候左边也有车会过来，左边有车过来了。好，他让速，然后这个电动车过去之后就起步了。它速度是它真的刚才就是一点点挪，一点点的往前拱，这个是挺舒服的。对，好，这个右边杀过来的车，它也是减一下速就过了，对，挺好的。对，而且刚好这也是红灯要等。对，他就因为像刚才那种右手边有个车90度过来那其实可能有些系统就会判断，那有可能那个车要过来，我就一脚先刹停。对，但 H1 就没有，他刚才是控速了，就减速了。对，减速之后就慢慢过去。而且我发现他停下来这个动作也是很缓慢的停，对，没有说比较大力的刹车。对，现在。可能是因为刚才那一下停车，说我们跟前车的距离有点远了。其实我们刚才在开始之前，我们就发现它跟前车可以跟得很近的。后来你不是调了那个跟车距离吗？我是确认了一下所以我现在还是保持在最近的一档，看一下前面还有红灯的。好，我们这里一个左拐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一段比较正常的城市路段了大家如果平常用城市的领航功能的话呢，大概率是走在这种路上的。像刚才我们走那些小路呢，其实更多是考验这套自驾系统它的能力上限的平常如果在那种路上面，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用城市领航，不建议用自驾。这个超车做得很好但是就有点慢。就是出来的动作很丝滑，但是出来之后就加速那一下不够果断了。对，
好，我们这里就通过前面会有几个比较正常的路口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它跟线跟得很好，好，一点画龙都没有。然后看看路口的旁边有个行人，他有没有识别出来？有的，他识别出来了，识别出来，但是因为你不说我都没看见啊，是吧？哦，是。这里又有行人了看看他让而且这个是没有灯号的路口，他就减速了，减速，因为这个车出来了，他就让了一下，离减速人家就走了，你就，还是要让一下这里，对，他就没有想跟他博弈抢道的意思，对，他就完全停下来等了，这个停都挺好的，对，但是。刚才这个电动车呢，它就停的稍微的慢，迟了一点。如果早一点停会舒服一点。对。好，我们这里要马上拐右过去了，所以它现在很急的要向右变道。好，找到一个空隙位，变到这里要连续再变一次道的。然后我们右后方有个车来增加难度了。有个自家兄弟，自家兄弟把它顶住了，你怎么样了？前方这实线了哦。不行了，我要帮他了，因为才实线了。对。所以它其实。它应该是没有识别出来是实线，如果识别出来，它刚才应该是把车速控制的更慢一点。所以刚才就其实那里如果不接管了，它会不会直接压着实线也会的，它会压实线的但我们这个隔离带处理得很好啊。对，这个就它也没有怼过去。对，提前就绕开了。我现在升级了我的这个处理的方法，只要是有违章的话，我就会有违章的风险，我都会果断的接管。所以从这一期的就像也不一定是这一期，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视频有没有那个保密协议啊。就反正大家在屏幕的左上角会看到，跟我们以往的有点不一样，就多了一个违章接管。对，接下来也会是用这个标准了。对的，我们也会不断的 OTA 我们的标准包括我们这个路线其实也会有 OTA 的可能的。好，先看一下这个掉头位这是灯号，它识别出来这灯号了，很好。它有自主掉头能力，有很好，虽然这个速度是慢了一点，对但是也是很顺利的通过了。对，基本上是匀速这么过，然后马上过来就开始加速了，就加速了前方我们会有个途经点了，所以它有可能有一个靠右的动作，这个是途经点的影响顺便说一下，哈勃这一个车机呢，它只能添加5，对，这个是因为有途经点了，对，有途经点了这个可以了，它已经通过途经点了。对，不是，它还是在纠结这个途经点的问题。雷霆。对不管它了因为哈勃这个车机因为只能设3个途经点，那所以我们待会儿到了余荫山房那边，我会操作一下改变它的导航的路线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不大好，但这里严格来说也不是违章的但就是不大好。对，就车道其实这条是一个掉头车道。对，所以他就迷惑住自己了。对，你看。他就迷惑住自己了，而且因为这个灯它识别不了是一个掉头专用灯，所以我这里要帮他一下，我要共驾一下。刚绿灯那个它是能识别到是掉头专用灯可能是距离近了之后他就看不清那个箭头了，因为它的摄像头在前方就如果刚才那个角度只能用广角的旁边来看，所以那个变形可能比较大，他就看不清了。不过在这里补充一点，因为这台车呢现在还不是最终量产的版本，所以它整个车机系统现在也还不是不一定是最终的一个版本，对，量产的版本，所以这里补充一下。对，包括它这表现等它正式量产之后的那些版本可能会表现会更好一点。对，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等于先摸个底，先看一下它目前能做到什么水平。对。因为可能有很多朋友觉得说到自驾那肯定就是华为然后小鹏理想这几个嘛，但可能大家意想不到，现在因为这些第三方供应商他们的能力很强大，那所以只要是跟他们合作的话，像哈勃其实之前他们那个自研的 NDA 做的，老实说真的不怎么样。对但是现在跟Momentum合作了之后，你看这个表现就是质的飞跃，就立马上来了。对，立马上来了。对。这个表现你说跟小鹏跟华为差很远吗？其实不差很远了。好，这个因为是那台车包了一下我们，但是它这个就是刹车在起步的反应时间就长了一点。对，但我觉得它是为了照顾这个体感其实我们看刚开过来这么长一段时间，其实它没有什么急刹急启停的这种，它的纵向的控制加速度控制是很平稳的。对。
好，然后我们这边就回到这一段比较正常的路了，可以再看一下它过这种正常的红灯啊，然后这种没有带红灯的斑马线啊，这些处理的手法。其实我之前都觉得这种就刹车之后再起步的时间长一点是就大家都是这样的。但自从试了特斯拉 FSD 之后，发现原来可以做得更好的哦。其实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就他们在做这种调教的时候的一个取舍。因为如果你那个比较急的话，你体感上未必所有人都会喜欢。不，特斯拉它那个也不是很急，它就是就像刚才那种情况啊，比如说有个切入的车，那肯定要刹停或者减速嘛。对。但是现在除了特斯拉之外，所有的这套系统都是刹停了之后，它可能要等个1秒钟，它才会进行下一步。我重新加速。但特斯拉那个好的地方就是刹停了之后，只要前车走了，它马上就会跟进加速的。就那个感觉，你就觉得是我自己开车也是这样，就那种感觉。对啊，就这种现在就刚才那个呢，就是我会觉得你怎么还不走？就前车已经让出来了，你还不走，就等了1秒钟，走了，他走了，就会感觉上慢点。所以大家还是要加油啊！所以但我想起以前的一句话就是宁慢1分，莫抢1秒，是吧？你又对，就不抢那1秒。你又对。但是你作为在后面的司机就会觉得，前面那个那么墨迹的。对。好，这里是一个右拐切入到在桥墩之间做一个右拐这个也是会迷惑到一些自驾系统的。对看一下，因为从这个角度它不一定能看到那个对但它引导线已经过来了。对，它已经过来了。很好，这个很好，很好，而且很丝滑。对过来之后是不是又压点直线呢？压了一点点，压了一点点，但是因为没有4个轮子都过去所以是不算违章的，我就不管它了。以后要直接打上去，要扣多少分？对啊，然后看你一趟下来要扣多少分。这种呢，我是会告诉大家，它是不大好的虽然不违章，但也不建议这样。好了，你走不走？它这个对，刚才可能是因为旁边那个电动车的关系它的就比较保守一点。对，这里又有一个途径点了。但他在选择车道这个还做得很好。对，一进来他就选了这个最好的一个车道了。而且真的是丝滑。就是所有的动作都是很平滑，就体感上很舒服。对，体感上很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体感虽然是慢一点吧，但是跟他这台车的旗舰形象倒是很吻合的。对吧？你用这种车的大老板大领导，你总不喜欢你的车就像一个新手司机那样子，就很猛，但是很鲁莽。对，就是比较求稳嘛，就各种求稳。对，他这个表现就很稳。真的像个专业司机。对。好了，前面就到了我们下一个挑战点呢，是一个小环岛。它这里是标识出来了。对，地图是没问题，只要用高德的话，这些线路都没问题的。对，但是就看他自己怎么表现呢？因为地图只是整个路径规划的其中一个环节，具体路径规划还是靠自驾系统本身的。对，看一下它首先第一个灯号识别 OK 了，没问题了。然后路线的选择，它也监测，也已经看到这里有个人了。然后他就被迷惑到了，你看就被迷惑到了。对，所以我这里要帮他一下了。这个就不按路线走了。对，甚至都我还要倒一点点才能过来的。它应该是没有识别出来这堆东西。这种其实是一种不规则的环岛。不规则，对。那这个就看它下一版能不能把它修正过来了。对。现在还没能。可以了，激活了。好，然后经过这个小环岛之后呢，又到了我们下一个难点了，就这条路，你看前方不行了，我这里要效率共驾了，因为这里是对，必须效率共驾，否则它顶上去了。前面那2个车应该是过不了了，要等那个大车先过来。对，而且他那个司机也下来去指挥了。你看前面的车，全部车都让一边，让那个大车过了。所以现在这种状况呢，是所有自驾系统还不能解决的，就是现在自驾系统还没有真正的智能，他不知道原来这种情况我应该先在一边先让出来现在自驾系统只是说我看到前方有路就走，所以刚才如果我不干预它应该就会怼到那个大货车前面。
然后就卡在那里了。而且这种你别说自驾系统了，其实你在不同的司机，他的处理方式都不一样。哎，对，可能有一些人他就会真的直接就怼上去。对吧？对。所以这个真的就不是自驾系统的问题。真有的，因为我住在老城区啊，我回家的时候就是有一段路经常会这样子，就是因为旁边有违停的车，会车的时候我会对，就剩下一个车身宽度的位置，那有时候呢，我就远远的看到前面有个车过来，那我就会先停，我会留一个足够的空间让那个车过来，但是我后面的车呢，他可能就觉得我是要停车还是怎么样了，他就绕过去，好了，然后我就看着你绕过去，那就顶死咯。对啊，就很无奈。对，就是同样的一个情景下，有的人会想着我要快一点去抢这个卡的位置，去抢到。那有的人想着那我就先让一下，礼让别人过了。对，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难去，要靠人来做，也不一定做得特别好。那你看这个就抢出来了。对，就抢出来了。对啊，他就一看我们前面有空位，他就马上卡过来。对啊，就如果不是那个坦克刚才让了个位，他就只能往后退的。对，这种就很像走川藏线，不是经常有那些大聪明嘛？对，逆行的大聪明嘛，然后逆行过去有一个大客车大货车。对。包括像他刚刚这个位置，如果我们的车也往前走一点，对，他也走不了，对啊，大家都走不了了。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支架解决不了，这个连人都解决不了，对，人都解决不了，对，但是现在因为现在我们用的都是端到端的这个技术嘛，然后下一步的话大概率就是 VLA 了，到 VLA 的这个技术范式上面倒是有可能解决这种问题。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可能还难，可能真正要到所谓的车路协同，就你所有的车都是由那个系统来控制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协调了。好，这里我可以试一下让它来启动 NDA 了，因为现在就是虽然窄一点，但是是一个方向的通行。对，还是有点出去了，因为前方有个人，有个人，然后后面逼了，已经很不耐烦了。我先共驾帮他一下。现在只是共驾，我还没有接管方向的。看他能不能过去啊？好，前方都让出来了，都让出来了，你就过去吧，你就放心过去吧。还行。北京大米这个贴了一个。好，都通过了。还行。好，然后这里呢，你能不能走正确的路线呢？绕开了那两个电动车，然后呢，我们是要左拐的，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这里是一个90度的盲弯了，现在车速30多有点快，老实说，但因为这比较开阔，所以还行。哇，它20的速度拐过来还可以主要是这个弯是我能看得通的，所以它快点都还行。但如果是盲弯的话，我肯定就要接管了。好，这个就绕开了刚才那个车。然后我们这里是左拐的，对，这一段是因为有个工地所以他临时把它给画出来的。你看这些弯都是看不透对向的，所以这里大家看到我的手已经伸上来了，是因为我有点紧张了，现在随时准备的接管了。对啊，你看这个车速其实有点快，看他能不能走回这条车道。他叫我接管了，但是我不管了，不行的，我还是接一下了，对。这个位还是要接管，而且这里我们就刚好到了那个原来设置的。对，我们这里要重新再设一下导航。对，我得先退出了。先退出了。好，设一下。然后再设回。对，我们就现在是已经降到 LCC 的状态了。看一下 LCC 会不会绕行人啊？马上恢复 NDA 啊。它很快一旦这个路线出来就恢复了。对，马上就恢复。而且大家看到，如果 LCC 它是不绕行的，但一旦进入 NDA 就马上绕行了。是的，我在小心，你告诉自己吧。这句话是他跟自己讲的，对，他跟自己讲的，不是跟你讲的。当然也是跟我讲的因为所以要你随时要去关注和接管，因为都是辅助驾驶系统嘛，现在。对，是的。那所以他只是辅助驾驶，他提醒我是对的。对，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对，好，然后前方呢是一个90度的左拐弯然后这里呢会有一个3连的90度弯这里就可以看一下它对这种很窄路的90度弯急弯的处理到不到位了。减速了，这个减速就很好了合理的速度20左右，20左右过这里就相当好了，刚刚好。
体感也比较舒服。然后就提速了，前方就有一个临停的车绕行。它这个绕行发起还是真的提前的挺多，挺顺的，对。但是呢，绕行之后它没有回到自己车道，所以这里就不大好了。你看，这个盲弯来的，其实对盲弯，它没有多拉了一点距离出来。对，前方又是一个很典型的盲弯了。右方有没有车看不到的车速？对，减啊，车速快了一点，而且基本上也是冲到中间去了。对，但是它还好，它最后还是减了一下，但快了。其实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提早一点减速，对，就不应该整个车头都冲到路中间了。但至少它过来了，所以还不错。对包括这个交通通行的也没问题。就它这个绕行发起的真的很顺，它的预判性我觉得挺好。对，反应也挺快的。就是一旦感知到有什么状况，然后规划这边很快就可以输出路线。你看这个反应都是挺快的，反应很快。虽然刚才的刹车有一点点急啊。但至少没到那种咵一下刹死。对。好，这里今天没问题，这个也是一个盲区来的。它到这里就因为有人。对，不能有那个对头的。对。这边一个减速。这个车速控制还比较合理。对，还行。好，这里我们马上一个右拐就离开了我们的高难度的部分了啊。接下来呢就主要是城市快速路了，就看一下它在这个快速路上面的表现怎么样。对。左后方来车，但没有减速，很好。它识别出来了然后这边又绕行，你看这个绕行真的挺不错的。对，刚刚那个车走开。对，它不用绕了。刚刚是稍微带了一点刹车。对，他是想绕，然后那个车出来了，我们左前方有一个车嘛，然后这里一个正在几秒钟的绿灯，3、2、1，他就不冲了。而且他是提前刹车。对，好像在3的时候已经开始感觉到他刹车。对，这个倒做的挺不错的。对，因为有很多系统是看到黄灯都不一定刹车。对，如果是人的话，可能看到3的时候是加速。所以它真的是偏稳的偏稳的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设置我们是变道是调成了敏捷了。当然这是变道了，它只是变道对，这是横向控制。对，还是回来到这里。所以大家有没有对广汽的对埃安的，不是埃安，这还是一个浩博 ，sorry， 有没有对浩博的自驾系统有个改观呢？对，而且我发现这一台车你看它的 SR 是在这里的，现在所有用 Momenta 的车型，包括爱安的那个霸王龙，还有博智3X，还有上汽那个智己，我忘了是不是在这里，就反正广汽系的那几台都是在前面显示的，这是广汽系第一台在中间显示的，就真的就高级了很多。是，而且它显示的这些，这个也是可以可以互换的，可以互换，也可以全屏，但好像就不能拉这个比例，可以全屏，有全屏有分屏。这里我的路线这里不算它，因为刚才没留意到这个导航的路线，它还想出去，那换一个路线，对，我们就换一下这个路线，在最优路线上了，不是，我不是最优路线。现在他应该就不会再进去了。他还是想回去。就看他直接绕行这个。切到这里，对，这条才是。而且就刚才那种状况，他还是绕行了这几个大车。对，没有分屏。倒没有。好了，现在左方有个大车，他有没有？他稍微的压了右方有一点点避让，但是不是很明显。其实这种大车如果有个避让的动作，会有个更明显的避让会好一点。因为我们就没有设那个限速的偏移值所以现在还是严格按照80来走的。对，就看一下前方也有慢车，这里是实线了，实线加慢车，它应该就不会绕行了。对，应该是不会绕然后关键是过了这个实线，看它会不会马上发起一个绕行。对现在前车压到60几了。对，就像刚刚讲到那个大车，因为其实有很多车，它在实际载货的时候它是有超宽的。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就刚刚浩飞讲，就是说会稍稍离它远一点会更好，因为你不确定它会有没有东西凸出来了。对，
而且就作为可能我主驾还好，因为我知道判断这个距离，但是如果在副驾在右手边有个大车的话，副驾的那个心情可能很紧张了。好了，离开实线的路段了，然后左方的车也过去了，绕不绕呢？好像没有绕的打算哦。他没有绕的打算哦。所以这个敏捷的变道看来也不是很敏捷哦。你看我们车速明显是低于限速的，其实对，低于很多，他也没打算绕行。而且它这里显示也还是虚线。对的，要进要实现了。按道理来说，虽然我们前方是要离开这个快速路啊，但是在刚才这个地方还没到要发起到最右车道的时机。对，总体上感觉还是偏比较求稳，偏保守一点点。对，偏保守。这个变道，我觉得可以再激进一点啊。而且，我上回试博智 3X 的时候，那台车，都是 Momenta， 都是 AD 5.0 的大版本，它就会在这种情况，它是毫不犹豫就会绕过去的。对。那这里因为700米以内了，所以它向右变道这个是合理的。我们要离开这个快速路了。现在这个时候，前方有个慢车压着，都不向左边绕行呢，倒是可以接受。但刚才那个呢，就是我觉得有点太保守了。对，其实刚刚那个时机是完全可以绕行超车的。对的。那个浩博的工程师们可以在刚才那种情况再优化一下。对，因为现在应该离他们上市交付还有一段时间，所以到时候我们真正拿到量产的版本，应该会有一些小版本的更新了，估计。对，所以这也是我们做智大纽北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可以看着一套系统，它一个版本是看着它是怎么成长的。对，这也挺有意思的。对。就我们可以垂直的去对比同一台车，它在不同的 OTA 版本下它的表现怎么样。好，然后现在呢是准备要左拐了，这个大路口。这个路口虽然是很，你看它慢慢都还在，对，这个距离是挺近的，其实，而且这是上坡，对，但它还是会就是为了你的体感会更舒适，所以它有点慢慢溜过去的感觉。对，就是它有一个这个舒适刹停的功能的。但是我刚才试过了，其实这个舒适刹停我都没开，都没开。对，我就想说这个，其实这个只是更多是自己开车的时候，你看它是默认就关掉了，因为开了自驾之后，它等于就自带舒适停车的。没错了，因为它自己来控制这个刹车的时机。对，这个就是我如果取消的话，就可以打开它，它就会在刹车的最后放一点点。对，就是不要一脚踩死。对，就我们就颠一点刹车，这样拖刹车拖过去。对，好了，还有几秒就准备起步了。我发现它这里是没有看到那个倒数的那个时间吗？对，倒数的只是地图的。在这里地图有。所以有可能就是它的摄像头是没有获取到这个倒数的10秒的数据的。好，这个起步是还是比较慢一点。对，这个起步是慢一点。但是车道的选择跟轨迹的控制就很好，这个就很好，很好啊！拐过来就加速了。我觉得它在纵向控制方面做的真的不错。稳，就是一个是稳，而且比较顺。这个停车，大家感觉不到，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啊。很平稳的。然后到最后呢，它还会再慢慢的溜过去。1啊，对。现在就停下来了。对。所以这个体感就特别好。跟真人司机很接近的表现。对。我发现传统车企在调这一方面纵向控制，包括比亚迪也是的。它也会做的这样一个小的细节，都会做的特别好。对，其实像这种第三方供应商，他给到主机厂的是一个可以说是公版的一个公版一个标准版的，其实大家可能都差不多。对，然后就主机厂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去调整这些自驾系统的表现的参数啊之类的。对，所以像这种比较传统的主机厂，他们的工程师都是比较传统的，就会更加知道一台车怎样调会舒服一点。这里就是挺好的啊，这里一个向右变道的就避开了这个比较迷惑的掉头专用道。这边呢就过去没问题了，没问题。而且他选择车道这个，他没有像以前有些车会先过去那边，对，再绕回来，他选车道这个还做得比较好。对，而且你看，像这种
就刚才那个卡丁的车道，他绕过去。他绕过去了啊！但这个停呢，就停的有点多了，停的有点没必要了，感觉。对，没必要了。你都绕过去了，还不如直接走。对啊，其实车头都过去了，可以加速走了。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它只要有了一个明显的刹车信号之后，它要缓一下才会再给一个加速信号，就体感上就感觉是不够顺了。对，不够顺了。如果他在刹车的过程中发现那个车已经停下来，他直接换一个信号，直接让它加速走了。对，那可能这样就更舒服了。对。但现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安全的策略啊？反正到现在为止，只有特斯拉是有这种很快的，就是刹车，有空隙，加油走。然后除了特斯拉，其他都还没有这样的动作。对，我看看他们后续版本会不会把这个给改过来。这里呢，我们走了那么多自驾纽北，第一次在这个弯有那么多车。对哦，前面应该7、2、4、6、7台车。对啊，通常我们到这里就是没什么车，要不就1、2台车。而且我们后面还有好多车，我们后面还有至少3到4台车。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过得不好，马上会被逼的。对，看一下它这个掉头的效率了。对。现在在排队掉头，对，排队掉头顺便也可以让大家比较一下真人司机掉头跟这个自驾司机掉头效率上面会怎样。对，包括路线选择是怎么样的，都可以对比一下。刚才他是，其实速度跟他也差不多。对，他刚才可能就13、14左右。我们现在我们就90左右。9到10啊。好了，这里就是这个车道还是 OK， 加餐了，这个就加餐了，看他能不能拐进我们园区了啊。路线是有点规划出来了，他好像真的想过去，他有这个想法，但是停下来过不了了，我就要接管了，数3射吧，3、2、1，好，不行，我来了，对，要接管，对，你看他方向已经打进了，他如果大胆一点的话是可以的，就上来的，对，好，这里先扫个码，好像说他现在在园区里面也能用，所以我先扫个码再看看，我们过了这个闸机再看能不能启动啊。启动，是不是？可以，能用，可以启动，走不走呢？但走，可以走，能它自己走了NDA 启动了，看一下它能到哪里啊？之前那些 Momenta 的系统呢，就到这条路的尽头就退出了，就是那一排停车位前面就停了，对，就退出了。看一下HL 会不会能做得更加的大胆一点，深入一点。然后前面我们也顺便会再做一个自动泊车的加餐的测试。好，这里它真的没有退它真的可以进去哇，而且这个速度也挺大胆的。我感觉他是不是应该也来这里跑过？哇，你看他真的很熟练哦。连这个绕行都能发现到他避开了。好，这里有个倒车。哇，他让我接管了，好强。但是他只是说让我接管，他没有退出，对，他还没退出，能不能走呢？我试一下，给点油，看他能走到哪里。可能不行了，他真的不行了啊！但到这里已经是很好了，已经很强了，已经园区里面了，所以有可能后续浩博是不是再要加上一个车位？还能用这有点离谱对，再激活试一下，我先让那个车过去好了，我激活试一下。他虽然说接管，但是他还在走看看他能不能哇，这里是要钻过去的哇，这个就很难了。对，那边刚好有一个应该能过。对，他让了我们一下，来让一下大哥。左右两边都是埃安的兄弟啊，让一下啦。让一下啦。这个绕行不行了，我帮他一下。对，我帮他一下了，因为这个难度是真的大了。但是他居然是真的有园区里面行走的能力现在好像就不能再激活了。没有了。这里就没有了，对，就没有了。但刚才那个就应该不是靠地图了，就真的是靠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往后它可能真的有车位到车位的功能。对，应该是可以的。对，性能上面是已经 OK 了。好了，到了这边已经没有车位去测这种泊车了，那我们就对于 HL 的模底就先到这里了。大家对这台车的感觉怎么样呢？然后顺便也提醒一下我们测试不易你看天天在外面跑，过了中午了，已经到中午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对，一键3连，然后想看哪台车的跑自驾纽北也告诉我们，我们尽量安排。好了，拜拜，拜拜。